几千年来，在古埃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那些祭司掌握着一套被严格保密的知识体系，而这些知识甚至被认为涵盖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从基因技术到类似核反应的原理。所以也有人认为，那些古代的智者或许真的拥有某种超出时代的神秘知识。更有意思的是，每当我们回到大洪水时代的传说中，都会反复看到一个共同的线索，那就是有7位智者在灾难中幸存下来，而正是他们奠定了新一轮人类文明的基础。那么这7个人真的存在吗？他们是否参与了最早那些神庙的建造，比如埃及的金字塔，还是说这一切只是人类想象出来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古老遗迹中找到答案。在上埃及地区，卢克索与阿斯旺之间有一座非常特别的神庙，这座神庙大约建于公元前3世纪，而它墙上的铭文被认为记录了宇宙起源的一些片段。科学家研究这些残存的文字后发现，其中不仅包含神话内容，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层的信息。这些内容往往围绕着某些神话事件展开。也正因为如此，这座神庙的建造、结构甚至功能都被放在同一个神话时代的背景之中。在当时的观念里，这座神庙并不是普通建筑，它被认为是由神所创造的，甚至可以理解为它只是某个更早就存在的神庙的延续、投影，或者说复制品。而这个所谓的更早的神庙，据说从世界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那么世界之初到底指的是什么？在古埃及，这个概念被称为第一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还有一种说法，那些智者的知识被记录在一本书中，这本书描述了尼罗河沿岸一系列神圣地点的位置，它的名字被称为远古圣地的描述。而在神庙的铭文中还明确提到了一群7位智者，他们被认为是唯一掌握神庙和圣城建造方法的存在。不仅如此，他们还亲自监督了这些工程的建造，而他们所选择的建造地点被称为原始之丘。有意思的是，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个原始之丘很可能就是吉萨金字塔所在的位置。类似的概念也出现在赫里奥波利斯，那里被认为是一座神圣之地，是第一缕阳光出现的地方。听起来很诗意，但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更古老的象征。在这些传说中，智慧之神托特甚至亲自参与了这些智者的活动，他们一起被认为建造了最早的神庙，甚至包括古埃及的金字塔。而在托特的绿宝石石板中也曾提到过类似的记载。但问题是，现代考古学对于这7位智者的真实身份几乎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有2点，他们一共有7人，并且在关于人类最早神圣遗址起源的理论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元素，就是大洪水。在这些记载中，大洪水被描述为一种原始之水，而在水中，一座史前的原始之丘缓缓升起。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但更有意思的是，7位智者的形象并不只出现在埃及神话中，在其他文明的传说里也能找到类似的存在。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存在过吗？还是说这只是人类想象出来的象征？从一些研究文献来看，这7位智者往往出现在一场大灾难之后，他们被描述为知识的传递者，在文明崩塌之后重新出现。但问题在于，世界各地竟然都存在着极其详细却又彼此相似的传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洪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位神决定毁灭旧有的文明。在这些传说中，每一次灾难来临之前都会有被选中的人，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队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他们会被提前警告，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毁灭中幸存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些神话中的夸张部分全部去掉，剩下的可能就是一段关于人类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而诺亚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他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并重新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从1972年开始，一些新的发现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有研究认为，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很可能借鉴了更早的文明传说，比如来自两河流域的一些古老神话。甚至有观点认为，这些内容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与埃及文化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些故事
很可能并不是单一文明独立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更早、更古老的源头。早在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莱亚德和他的助手在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被掩埋的古代遗迹。他们在同年9月进一步发掘，找到了将近25000块泥板。这些泥板上刻满了楔形文字，内容涉及精神信仰，也涉及科学知识，其中包括哲学、天文学以及数学等多个领域。不仅如此，这些泥板还记录了一系列统治者的谱系，包括大洪水之前的统治者，以及灾难之后重新建立秩序的那些人。这些泥板中包含了美索不达米亚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吉尔加美什史诗》，这是一位苏美尔英雄的故事。据说他拥有2/3的神性，1/3的人性，因此他几乎拥有不朽的力量。如果你之前看过关于阿努纳奇的内容，你会发现这种半神半人的设定其实并不陌生。德国科隆大学的库库教授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中找到了这部作品的第一段文字，泥板上写着：吉尔加美什，他看见了万物的源头，知晓大地的根基，洞悉世界的运行规律，在一切事物中都拥有智慧。这部史诗被刻在12块泥板上，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来入侵两河流域的征服者并没有重视楔形文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泥板中所记录的内容有多重要。在已发现的文献中有超过200个片段，与圣经中的内容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关键在于这些内容比圣经早了数千年，而最初发现这些泥板的考古学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甚至在运往英国进行翻译之前，这些泥板还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许多内容已经无法再被解读。直到后来，一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年轻研究员对这些泥板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让这些古老传说的真正意义逐渐显现出来。但在当时，学术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巴比伦的文学体系其实完全可以与后世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在史诗的内容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情节：吉尔加美什和他的伙伴恩奇都一起击败了雪松森林中的怪物。凯旋归来之后，女神伊什塔尔看上了吉尔加美什，她看到他身穿胜利的服饰，戴着象征荣耀的王冠，于是对他产生了爱慕。吉尔加美什不仅拒绝了他的爱意，还羞辱了他，说他像个妓女一样，因为他早已有过太多情人。受到这样的羞辱之后，伊什塔尔愤怒地回到天上，向大神控诉。随后他向父神安努要求处死吉尔加美什。作为回应，安努在人间造出了天之公牛，这头公牛强大到连上百名战士都无法制服。但吉尔加美什经受住了考验，在朋友恩奇都的帮助下，他再次取得了胜利。伊什塔尔在天上看着这场战斗，对吉尔加美什发出了诅咒。而在紧随其后的那个夜晚，恩奇都在梦中看到诸神的议会已经判了他的罪，因为他曾帮助吉尔加美什一起毁掉了胡姆巴巴。这个判决立刻被执行，恩奇都就在那一夜死于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吉尔加美什为朋友的死而哀悼，但一想到自己也终将死去，他便因恐惧而颤抖。然后他想起了一位远亲，那个人曾被诸神赐予永生。于是吉尔加美什踏上了寻找乌特纳比什廷的旅程。可就在一切似乎即将变得清楚的时候，故事却在这里中断了。史密斯这才发现，这只是整段铭文中的一部分。关于那位不朽者乌特纳比什廷的故事，现存内容仍然只是残缺的，而这部史诗后续的泥板很可能被埋在尼尼微宫殿的某个地方。事实上，让史密斯无比激动的是，他几乎已经读到了那一段关键内容，也就是乌特纳比什廷向吉尔加美什讲述大洪水之前那个时代的地方。当然，到目前为止，吉尔加美什史诗已经足够让史密斯着迷了。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尼尼微继续研究，但这需要大量资金。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普通雇员来说，想筹到这笔钱非常困难。更何况，谁又会愿意资助一项研究，去寻找那些可能证明圣经并不是最古老来源，甚至不是唯一来源的泥板呢？然而，一位伦敦资助者最终拿出了1000基尼，约合4万英镑，来支持乔治·史密斯的这次探索。而做出这件事的正是伦敦每日电讯报。这家报纸对这位年轻研究者的报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也因此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远古知识。1872年12月3日，乔治·史密斯在伦敦圣经考古学会向震惊的人群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即便在场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甚至还恶意攻击史密斯，他们也没能阻止这位研究者继续自己的事业。于是这支研究队在1873年初启程前往尼尼微。一到现场，史密斯就立刻开始发掘，他的意志力极其惊人。最终在一大堆废墟中，乔治·史密斯找到了384块泥板碎片，其中就包括乌特纳比什廷故事缺失的部分。这些泥板告诉我们，在幼发拉底河大洪水之前，曾经有一座城市。当诸神决定用洪水淹没大地时，参与诸神议会的神伊阿选择成为那个人类的守护者。他决定提前警告他即将到来的灾难。苏鲁帕克的人啊，放弃你的财富，去造一艘船，救下自己的生命，把各种生命的种子都带上船。你所建造的船尺寸必须精确计算。这些内容进一步证实了一个推测，这个人实际上就和圣经中的诺亚是同一个原型。而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传说不仅更详细，还包含了比旧约更多的信息。后来在那段故事里，吉尔加美什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这位亲族乌特纳比什廷，并问他，告诉我，你是如何进入诸神议会的？你又是如何获得永生的？接着乌特纳比什廷告诉吉尔加美什，诸神其实隐藏着一个秘密，在海底的某个地方生长着一种特殊的植物，这种植物表面带刺，像荆棘一样，但只要得到它，就能获得一种接近永生的力量。于是两人踏上了前往东方之海的旅程，去寻找这朵花。根据传说，他们乘坐着一种类似潜艇的装置，在水面上或者水下航行。几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也许他们真的使用了某种水下装置，因为在传说中，乌特纳比什廷指出这种植物生长在海底。随后他向吉尔加美什展示了这种植物，并解释了它的特性。这些植物被称为神奇的药草，能够让人恢复青春。1876年，在经历了3年的艰苦研究之后，乔治·史密斯回到了英国。在那里，他发表了一个在当时极具突破性的理论。在他的观点中，圣经中的诺亚与乌特纳比什廷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经历的是同一场自然灾难。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乔治·史密斯突然去世了，他年仅36岁，也因此他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理论被后人逐渐证实的那一刻。1998年8月，在多年研究之后，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的威廉·瑞安博士利用20世纪的技术再次验证了查尔斯·伍利的研究成果。根据他们的研究，在北半球气候变暖之后，融化的冰川水使海平面不断上升，最终欧洲与小亚细亚之间的陆地屏障被冲破，也就是今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按照瑞安博士的理论，当时的黑海还不存在，在那里是一个淡水湖，在这个湖的岸边生活着人类。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8900年左右。随后地中海的海水涌入这个淡水湖，而这个湖泊正是今天黑海海底的遗迹。这股海水的冲击力比尼亚加拉大瀑布还要强200倍，持续了整整2年时间，每天大约有16立方公里的海水涌入，海平面每天上升约15厘米。在这样的灾难中，这个湖泊每天向外扩张约2公里。瑞安博士认为，这种如同地狱般的灾难很可能就是后来大洪水传说的来源。1999年9月28日，泰坦尼克号的发现者詹姆斯·巴拉德表示，他计划下潜至140米深的海底，寻找一些保存完好的古代船只。到了2000年夏天，这位探险者确实发现了古代建筑的遗迹。这些遗迹位于黑海北部一带，那里曾经有人类居住，但他们显然是在灾难中为了生存而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有意思的是，在面对这些事实之后，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一件事：无论是旧约还是楔形文字的记录，他们所描述的真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自然灾难吗？还是说那是一种来自神的惩罚与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描述的是一次全球性的洪水，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地区的局部灾难。也许这场灾难真正的起源并不在地球上，甚至有可能来自天空。更令人震惊的是，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超过300个关于洪水的传说，而这些传说中几乎都会提到3个共同点：大洪水被选中的幸存者、
以及用于逃生的方舟。在埃及神庙的铭文中，还提到那7位智者来自一座小岛，而这座岛在大洪水中被彻底摧毁。铭文中还说，这座岛是第一批人类的故乡。当洪水来临时，大多数居民都被淹没，只有少数幸存者逃了出来。他们来到埃及，并成为远古时代的建造之神。那么问题来了，圣经中关于诺亚的故事真的完全准确吗？还是说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古老、更加神秘的真相，一个也许能揭示人类文明真正起源的答案？